2017年7月的一天，天气非常的炎热。山东某县的一家馄饨馆里，生意火爆。在众多顾客当中，一对亲密的情侣格外显眼儿。小伙比较健壮，浓眉大眼，宽大的鼻梁，方海口，给人一种正直憨厚的感觉。他身边这位姑娘，身材小巧玲珑，面容也是眉清目秀，肤白貌美。两个人边吃馄饨边小声聊天，一看便知他们感情很好，亲密无间。可就在这时候，一场横祸从天而降。他们头顶上方的一个吊扇，在飞速旋转当中，突然就掉落下来。虽然屋顶比较高，吊扇掉落到地面也仅需1秒钟的时间。这时候，满屋的食客没有一个发现情况的，只有这位姑娘刚巧抬了一下头，正好发现吊扇落下。没时间考虑别的，她本能的第一反应护住男朋友。只见她往前一扑，迅速抱住了小伙子的头部，用自己的身体尽量护住小伙子的身体。如果不是她的保护，吊扇的扇叶刚好就会削在小伙子的脑袋上。小伙算是逃过一劫，但是姑娘受伤了，她的后脖梗子上被吊扇砍了一个长长的口子，血流不止，当场昏迷。等现场的人们反应过来，立马就乱作一团，有大声嚷嚷救人的，有打120的，有说赶快掐人中的。最着急的当然是姑娘的男朋友，这位精壮的小伙子。他知道马路斜对面就是医院，与其等救护车赶来，倒不如抱着女朋友跑过去更快一些。于是他就像是抱小孩那样，抱起女友飞奔而出，冲向医院。这位小伙子名叫王有义，高中毕业之后开始跟着父亲做生意，已经好几年了。为他受伤的是他的女朋友，名叫方晴。方晴大学刚毕业，还没有找工作。伤口虽然不算太深，但是伤的位置太不好了，脖子上全是神经和血管。医生经过1整天的抢救，才算是把方晴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。但是医生说，方晴有90%多的可能会高位截瘫，终身残疾。这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啊！王有义比较坚强，多少年都没有哭过了。可这时候，泪水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样，根本就控制不住。哭过之后，王有义擦干眼泪，强装平静，这才来到病房，坐在病床边上，拉着方晴的手，安慰她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你会很快好起来的。”1个月之后，方晴出院了，高位截瘫，颈部以下除了2条胳膊能控制，整个躯干和下肢都不会动了。这个时候，所有的亲戚朋友，包括王有义的母亲，都希望王有义跟方晴分手。孩子，你要是跟他在一起，这一辈子可就毁了。而王有义却不以为然。妈，您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您不是从小就教育我，
做人要有情有义嘛。我的名字还是您给我起的呢，难道您忘了吗？”听到这几句话，王有义的父亲深吸了一口气，情绪似乎也很激动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儿子，老爸支持你，但是我也必须提醒你，人生的路还很长，希望你能够有始有终，不要半途而废呀。”“爸，您放心吧，我既然选择了，就不会后悔。再说了，方晴她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也不会伤成这样，说不定我的命都危险了呢。”方晴的家庭比较贫困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底下还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弟弟。为了方便照顾方晴，出院时间不长，王有义就和他登记结婚了。婚后，王有义暂时放下生意，专门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为妻子求医，希望方晴有一天还能够恢复健康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馄饨馆老板赔偿的那笔钱花完了，方晴的身体还是老样子，没有改观。方晴觉得没有希望了，心想，就算是花再多的钱在我身上，也恐怕是白白浪费呀。于是就说：“老公，我觉得我好不了了，我也不想治了，你别再管我了，咱们还是离婚吧，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。”王有义一听，心就一动，由于情绪激动，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。“媳妇，你赶快打消这个念头，医生不是都说了吗？你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，除了药物和康复锻炼，最关键的是你得有信心呀，只要咱们不放弃，你就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听了丈夫这一番话，方晴含着眼泪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不过几天之后，她还是委托她的表姐向法院提交离婚起诉书。可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方晴怀孕了。得到这个消息，全家人无比兴奋，高兴极了，久违的笑容挂在每个人的脸上。不过医生再三叮嘱，方晴的情况不同于常人，要想顺利生下孩子，需要付出很大的艰辛和努力，而且危险系数很高。怀了孕的方晴改变了要离婚的想法，她说：“老公，我一定要替你生下这个孩子，因为他是咱们爱的结晶，即使豁上这条命，我也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。”时间一晃，10月怀胎，预产期到了。医生建议，虽然方晴的状态不错，可以自然分娩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剖腹产更为稳妥。方晴却坚持要自己生，不想做剖腹产。可是等进了产房，出现状况了。由于长时间没生下来，孩子和大人都很危险。医生就问王有义，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？王有义一听，当时就吓傻了。保大人，当然是保大人。不，孩子我也要，孩子我也要。我们一定会尽力的，但是你必须做出选择。如果只能保一个，你是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？王有义擦了擦头上的汗珠，这才给出了肯定的回答：保大人，保大人，我老婆不能死，她不能死。又过了2个小时，护士推门出来了，
怀里抱着一个婴儿。方晴，谁是方晴的家属？王有义一个箭步冲了上去。我是方晴的丈夫。男孩啊，6斤8两，抱好了。护士边说着，边把婴儿递到王有义的怀里。我老婆呢？我老婆呢？医生还在帮他手术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又过了约莫半个小时，医生才一脸疲惫，推门出来，对着紧张的王有义说：“母子平安，你好福气呀！”1周之后，王有义带着妻子方晴和他们的儿子小石头出了医院，回家坐月子。有些事情啊，到今天为止，科学也没法解释。奇怪的是，孩子满月之后，方晴的身体开始有了知觉，半年之后，竟然能够坐起来了。等到孩子1周岁，他已经可以下地走几步路了。再后来，方晴完全恢复了健康，一家5口3世同堂，非常的幸福快乐。